臣见过陛下。好，岳亲，平身，平身。谢陛下。听闻凌将军已打上御史台，而遭到陛下重罚，怎么今日得以相见呢？伤好了？子上见过小月侯，在下的伤还未好全，然而国事不得不与陛下参讨，所以只能殿前失仪，在此陪候。十一郎倒是孝顺呢。岳亲啊，臣在。今日找你来啊，有一件事情要和你商量商量。朕要令五公主与你家幼子早日完婚，你可愿意啊？陛下，为何突然提及此事啊？父皇当年定下宣岳两族联姻誓约，三妹已嫁给宣世子成婚多年，五妹也与岳侯子订婚许久，该履行父皇之誓约了。我们岳氏女出嫁之前清明守据、温婉贤淑，你们自然要履约。可是你们宣氏女想嫁入我们岳氏，是否也要斟酌清楚一些呀？斟酌清楚何事？你们自己去想。好，不曾想小月侯竟将几位公主分得如此清楚。在臣眼里，公主们皆为陛下亲女。敢问小月侯，为何区别对待？陛下，如今五公主闹出大祸，在城中传得沸沸扬扬。如果此时与我们岳氏成婚，是否不利于五公主的归名清誉啊？岳亲，别着急，别着急。哎呀，朕就是因为要顾及五公主的归名清誉。哎，一大早，太子啊就建议朕啊，要让五公主啊尽早的完婚。百姓他不明真相，谣言呢，当然会越传越难听。倘若此时岳氏愿意迎娶五公主，岂不刚好反证了五公主之前没有做过那些风流之事吗？以此来堵住百姓之口，再合适不过了。啊！岳清，你不愿意啊？啊，臣不敢。只是啊。臣奉诏谢恩。见过太子妃，五皇子妃。原是陈娘子，不在长秋宫服侍，为何来此？方才梁夫人随梁大人一同进宫辞行，走得太过匆忙，皇后的赏赐并未拿全，所以皇后命我追上梁夫人，再赏赐一些东西。可我追到此处，并没有看到梁氏夫妇。咦，那不就是林君阿紫吗？林君阿紫。陈良上见过楚妃，五皇子妃。臣妇见过楚妃，五皇子妃。林君阿紫，我听闻你刚回都城就来与母后辞行，为何不多留几日啊？妾与郎婿原本一直留在原籍，近日续伯凉州穆大人来都城述职，又恰逢皇后寿诞，便叫我们一同前去。如今寿诞已过，我们也该辞行归去了。这般匆忙，
听闻妹妹有一对冰雪聪慧的孩儿，今日怎么不带来宫中？殿下可是总念叨着你的孩儿，想要见上一见呢。孩儿贪玩哭闹，恐扰贵人，不便入宫。我可真羡慕妹妹，你能生，偏偏我的身子不争气。你说当初若是你嫁给储君，如今皇嗣倒也无忧了。来，程娘子，我来替你引荐。这位是我自幼交好的阿紫，姓曲，小字灵君。灵君阿紫，这位就是子胜未来的心腹程少商。想不到子胜已经到了娶心腹的年纪了。想当年我入宫与你们一同玩乐时，他才8岁。是啊，那时我也只有几岁而已，一晃都过去这么多年了。要不你跟贵人们先说话，我就先行一步。梁大人，别急着走。梁夫人，你们既已回都城，为何之前不去东宫坐坐啊？臣父随郎婿即将辞别，就不叨扰东宫了。回想当年，你与公主、郡主姊妹相称，我曾好生羡慕，如今却成为臣妇，真是物是人非呢。这世间物是人非的事多了，也不止这一桩一件。东宫妾是不会去的，还望储妃莫要再说这些无趣的话，免得有心人听到了，于人于己都没有好处。那也好，省得太子殿下牵挂。你们慢慢叙旧，我先回去了。灵君阿紫，储妃走了，正好你我再说说体己话。啊，不了，天色已晚，孩儿还在家中等着，妾与大人先行回家了。可惜了，想当年我们一同嬉闹玩耍，我还盼着能与灵君阿紫做妯娌呢。叹灵君阿紫满腹学识，竟嫁了这般郎婿。我看他那郎婿一副不耐烦的模样，待他也有些粗鲁，也不知这些年他在梁家过得好不好。五皇子妃莫要着急，我听闻凉州牧甚是明理，有这样的旭伯在，梁夫人不会过得不好。梁夫人留步。此乃东宫送来的辞别礼。劳请这位大人回禀太子殿下，此等贵重之物，梁氏受之不起。太子殿下亲自赐给梁夫人的宝物，以解离别之苦，怎能轻易退回呢？既是东宫的一番好意，夫人便不用推举了。臣替夫人谢过太子殿下。
当时我没有，有人在学前缘。没有，父亲。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东西？这么无知廉耻，真该在当初过门时就打死。您今日怎么得空来长秋宫坐坐啊？臣前来，是为向皇后禀明，曲灵君杀夫，廷尉府现已在抓捕曲氏的路上。何时的事儿？昨日午时前后，曲灵君去给梁上送饭，此后家丁发现梁上在屋中被刺身亡。子胜，你可确定是午时？多名家丁证实，确实是午时。不可能！母后，曲灵君是被冤枉的，梁上绝非他所杀。儿臣昨日午时，正与他在翡贵别院相会。私会？你们走什么走啊？谁让你们带走啊？我的儿，你死得好惨啊！谁也不能带走我的儿子，我的儿子啊！大舅父，此案甚是蹊跷，单监必须将梁上尸体带走，交廷尉府另实查验。此乃梁家家事，你阿母是梁家嫡长女，你还叫我一声舅父，这事儿关乎到你母族的100年声誉，今日你不能把她带走。涉及人命官司，便不再是家事，查明真凶，以正国法，乃是廷尉府责任。还请大舅父不要为难外甥，让单监带走梁上尸体与嫌犯。带走。带什么带啊？这毒妇杀了我儿，我若不亲手将他千刀万剐，带上我心头之恨。别以为我不知晓，你们廷尉府带走省个7回8回的，只不准就把他脱罪了。这是我们梁家的家事，怎么处置这毒妇，我说了算。你若想带走这毒妇，就先从老身尸手上踏过。来人呐！杀人啦！杀人啦！廷尉府带走真凶，包庇他！来人呐！殿下昨日出宫，原来是去见他。既然殿下心中难忘曲灵君，干脆命他与梁上绝婚，把他迎入东宫便是了，何必要偷偷摸摸的幽会？我们是相见，并非幽会。不是幽会，不是幽会是什么？妾与殿下成婚10余年，殿下为何就是忘不了他？妾早就规劝殿下不要与曲灵君联络，可殿下从不肯听。如今倒好，私会成齐，此事传扬出去，东宫岂不成了天下人的笑话？妾就知道，那曲灵君匆匆忙忙赶回都城给母后贺寿，无非就是想借着寿宴勾引殿下。可是，在殿下心中，他就那般好吗？好到只重逢一眼，殿下就迷了心智，与他做出此等丑事来。如今还牵扯进命案，真是百口莫辩。太子妃，
你还是等太子殿下先将话说完再。还有何好说的？那曲灵君不知羞耻，勾引殿下，我与殿下再续前缘，甚至不惜杀夫。此等丑事，听一遍就脏一遍耳朵，你还要我如何再听下去？你给我闭嘴！我就是对你太过纵容，才愈发的无理取闹。我去见曲灵君，是因为得知他被梁上殴打10余年，他为何会过得这般凄惨？都是因为你。我问你，我的手帕为何会在他手中？这10余年来，是谁以吾的名义一直在给他赏赐？我已经审过为你做事的小黄门了，在母后与吾的面前，你装出贤良淑德的模样，可在背后呢，却故意命人佯装是吾派人去梁家，还送些亲昵之物，去年送凉席，今年又送玉枕，这次居然送我贴身的手帕。你让梁上怎么不发疯？怎么不殴打曲灵君？你送他一次，他就挨打一次。这10余年来，他过得生不如死，全都是拜你所赐。我所做这些，是为了什么？还不是因为殿下？如果说这10余年他过得生不如死，那殿下可就想过，妾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？这么多年了，妾跟殿下同床异梦，殿下对着我，想着他，妾的心中难道就不恨、不怨、不痛吗？我何曾想过他了？我早就和你说过，前缘已尽，你为何就是不信呢？自从你我2人成婚，我就发誓与你携手共度余生，可你从来都不改变自身。你今时今日，莫说我不待见你，你看看这河宫上下，有谁瞧得起你吗？妾就知道，殿下瞧不起我，不如即刻休了妾，去那曲灵君便是。你够了！就是因为你，曲灵君受冤数10年，今日我就要为他洗脱冤屈。你若是愿意的话，就同我一起面圣，为曲灵君求情。你若是不愿意，就给我滚！曲灵君是妾憎恨了10余年之人，他就像是我与殿下心中的一根刺，拔不掉，又不能视而不见。我恨不能他立刻被廷尉府抓去，死在牢狱中。妾绝不会为他求情。
朝廷命官钱在身，追上！天外府大人呐，来人呐，大人呐！好，你们母子俩联手抗差，说什么廷尉府不能查问家事，要私刑取士。好，那单剑这就去请个人来，与你们好好说说家事。走。毒妇，你和太子私通，害死我儿，我可怜的儿啊，竟会死在你们手中！简直欺人太甚！太子仗着位高权重，谋臣死妻，此事我非要去御史台告状不可！给我住口！关门。此事到此为止，不要再追究下去了。凭什么不追究？我儿就这么白白死了吗？太子于臣子妻，害死人命，山上也不管吗？我相信地父平日为人，我梁家多少贫寒子弟读书不起，多亏地父平日资助。我不信地父与太子有私情，况且就算有私情，又能如何？高门大院里的事情，谁能说得清楚？当年庶母上位，难道也要一一查清吗？好你个梁无忌！我知道你对我不满多年，你不过是先父收养的养子，做到州牧位置，不过是先父怜悯提拔。今日你这位去灵君罔顾我儿性命，明日我便去禀明族长，将你们俩一并开除宗族。我的儿啊！旭伯莫要为我辩解了，我确有私会太子殿下，私德不检，我也有过错，我认罪了，愿为夫君赔命。混账！私会臣妻，你居然还敢让朕来替你自首，居然还敢让朕去过问廷尉府审案，还曲灵君一个清白，替曲灵君伸冤，你怎么不找条河，找条河自己跳下去死了算了呢？儿臣也想啊，只是怕儿臣死了，曲灵君依然蒙冤，岂不是救人不成？所以来请父皇秉公处置。你还将此事自作主张地告知廷尉府，你怎么不告到御史台？怎么不告到天上去？你信不信，明日一早，朕就可以废除了？父皇，儿臣只是不愿曲灵君再蒙冤屈，私会臣妻，此事儿臣认了。便是因死废除，儿臣也无怨尤。儿臣曾经是深爱过他，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心里早就放下了。儿臣只是不愿看他再受冤屈，不愿看他为了我受那么多年的打。儿臣与曲灵君清清白白，绝无半点越矩之事。儿臣只是心里对他有愧。可是你们孤男寡女啊，私会别院，你再辩解清白，谁信？天下人信吗？他们信你的话吗？我不管世人信不信，我只要心中无愧就好。庶子，你愚蠢至极！身为储君，品行当为天下之典范，而你呢，因为儿女私情，差一点毁了你的名声。难道在您眼里，曲灵君蒙冤，重于江山社稷吗？你呀，重情而忘国，你担得起储君的位置吗？
乃至天下一个交代。是。吓我一跳。还要偷听多久？谁说我在偷听？走了。哎，陛下命你去查案，你带上我可好？你为何要去？那你为何要去？自然是为了圣上，为了天下。我为皇后，为太子；你为圣上，是因为他对你有养育之恩；我为皇后，是因为他对我有照拂之恩。太子殿下有眼无珠，选错了太子妃，害得曲灵君所嫁非人。如今他想帮曲灵君一把，却害其卷入了更不堪的境地，还把自己搭了进去。这太子做的，可真是……你当真要为了太子查案？我反而是因为佩服他，才要帮他。这么些年，终能果敢决断一次了。他10年前或许是做错了，不过现在不曾做错。他明知曲灵君受虐打，若是为了自身的名誉不管不问，这才叫人心寒。他此刻真当是一个堂堂正正、值得夸赞的好儿郎。再说，太子跟曲灵君都是好人，这是让哪有好人委曲求全，坏人洋洋得意的道理。更何况，这梁上常年殴打曲灵君，恐怕是连一双儿女都不曾放过。如此的败类，死了就死了，为何还要让曲灵君为其赔命？这世上，此等不公之事，我是最……嘘，我是最看不惯，所以，我定当要去鸣个不平。你带我去，你就带我去吧，啊？好，那你得先保证，不可以捣乱。我何时捣过乱？你哪次没捣乱啊？我发誓，这件事情我绝不捣乱。这么多雕刻，这屋子里摆放的都是我二兄最为珍视的金饰，平时碰也是不让碰的。若非有紧急之事，怎会先翻书架？据两妃看守书炉的家丁交代，5时，四父给二兄送饭，之后听到二兄咆哮，要赶走四父。经过你这肮脏妇人之手做出来的饭菜，我看还不如我这暗角干去。滚！别让我再看到你！滚！别给我再进来，听见没有？滚！傍晚，那几位家丁去送书卷时，发现二兄已死。家主，家主，家主，家主！快来人呐！家主被害了！快来人呐！家主死了！家主死了！这期间并无他人进出，所以断定四父就是杀害二兄的凶手，并且他已经承认了。此处血腥味太重，你先去查问梁夫人吧。我也有话要同梁州牧讲。嗯。梁三公子留步。凌将军，还有什么事情要说与在下？
此案牵扯梁府所有男丁，所有人，包括梁三公子，都要一同旁听。你这毒妇，可是和太子私会一事被善儿得知，太子为遮掩此事，唆使你杀害善儿，遮掩你们的丑事。此事与太子无关，我与太子合乎礼数，从不曾做任何对不起夫君之事。此事关乎梁家脸面，如今唯有送你去见我儿，才能平息我心中的仇恨。梁无忌那瘦子刚好被十一郎给耽搁住了，老身现在就要打死你，替我儿报仇！给我打！你们干什么？不就是害女婿，杀人偿命！为什么要偿命？滚人！梁夫人，此案尚未审清，你怎可滥用私刑啊？你是何人？为何管梁家的事儿？我乃在长秋宫服侍皇后的陈少商，特意随林将军一起查明此事的。我们梁家乃是百年世家，圣上见了也要给3分薄面。许林君杀我儿子，证据确凿，怕是皇后想护太子，好女来阻止我。他的儿子是儿子，我的儿子不是儿子吗？没有天理呀！你要阻拦我处置许林君，我要去告御状，我要去滚铁钉，我要让天下的人知道陛下和皇后是如何保护包庇太子，耻辱我们梁家百年世家。我要让天下的人评理，给我打！给我打！住手！谁要评理，便来找我评理。如若是官事，就交由廷尉处，由单监负责；如若是家事，既梁大人不在，就由我这梁家嫡女来定夺吧。你个出嫁女，凭什么指手画脚的？就凭我是梁家嫡女的时候，你不过是我阿父身边的一个田房婢女。来人，将老夫人请入庭内。既然说是家事，那就叫上家中族老，按家族的规矩审商一审。你放手！把他给我按住！今日起，曲灵君主仆2人不再归你管。你若想动他半分，要先问我是否答应。我是你庶母，你敢对我无礼？当初我就不赞成我阿父扶正你，门第微寒是小事。你这人狭隘浅薄，私心用甚，从不顾全大局，只在乎自己厉害。如今大庭广众之下如此这般闹腾，还将太子殿下拉下水，你问问族中的长老，可否再为你撑腰？难道眼睁睁看着我儿惨死，这毒妇却能逍遥脱罪？案情尚未明白，不可草率行事。你若打杀曲灵君，就是死无对证。如若陛下震怒，哪怕我们梁家是百年世家，圣上不会为难。但族中子弟的仕途就到此为止了。为了你儿子一人，值吗？仕途关我什么事儿？我想霞儿入朝为官，你们个个不肯举荐；我想霞儿当家主，你们非说什么长幼有序，不肯给他机会。你们个个自是出身高贵，一直看不起我们母子。说你狭隘浅薄，你还不服？当初你生下梁上，阿父并未抬举你，直到你生下梁霞，才扶你为正妻。故而最初梁上只是庶出，你不愿跟别人提及那段出身，便一直不喜欢长子宠溺幼儿。
所以才将梁尚培养成敏感多疑、不相信女子的个性，才闹出今天这般祸事。夏儿孝顺，我这做人阿母的，堂点又如何？我也心疼莎儿呀。如今我拼着老命，还不是替莎儿讨公道啊！人都死了，你就不要假惺惺的了。你无非是担心曲灵君和梁尚之子继承家主之位，你偏袒幼儿，想把家主之位转给他，才这么着急给曲灵君定罪。所以，我说我阿父不该扶正你。你须知，先有梁家，才有你那2个不争气的儿子。如若没了梁家，他们的性命又值几个钱？你，我到底是你父亲的遗孀？我跟你透个底吧，今天结局无论如何，你这个遗孀都做到头了。你敢！凌将军，为何把我们梁家男丁集中于此？虽然凶案发生在我们梁家，但梁家无辜，不该受此屈辱。梁家无辜？难道梁尚不姓梁吗？若他为人正直，跟曲灵君做对恩爱夫妻，亲密无间，那有心人的筹谋就未必能成。可他非要做个畜生，之前便传他2人夫妻不睦，现此案揭发，更知曲灵君受苦，梁尚下作卑劣，梁家当真脱得了干系？难道梁尚身死是我们梁家的错喽？徐子胜，你好辩才啊！梁家的子弟，梁家的夫妇，梁家的宅邸，梁家的凶案。若梁家无错，难不成是我凌子慎的错？我不与你争辩，我就问你，为何把我们梁家的男丁集中于此？此事涉及楚军，想瞒也瞒不住。若是梁家交不出凶手，必定祸连全族。曲灵君，我一直以为你是个聪明的人，好好的一桩婚事，你弄成今天这般田地。梁尚打你，你口不能说，身子也不能动吗？你早闹出来，何必闹到今天这样？起初我要绝婚，梁上要挟在外宣扬我和太子暗通款曲，私相授受。彼时我年纪小，一时被吓住了。有了孩儿之后，我发现梁上不过是在虚张声势，于是又想绝婚，他却阴毒恐吓我，说就算我能走，孩儿总是要留下的。小小孩儿能受几日这般折磨？我便又犹豫了。因你的优柔寡断，才将事情闹到今天这步田地。现在，你还不肯说出真相吗？那日中午，到书炉送饭的，到底是谁？是我的婢女，幼童。为何凌将军觉得凶手就在我们之中？难不成您找不到真凶，就让我们全族来抵罪吗？谁说我查不到真凶？没有此等力量，从背后一刀穿其胸膛，取其性命者，必定是个男子。梁上不善交际，整日窝在家中沉迷于经史，跟他有仇，跟他有利益争夺者，必定不会是外人，只会是梁家人。此事涉及楚军，短短1日内便闹得都城人人尽知。凶手敢如此高调行事，必定是有人里应外合，保他周全。还有，梁上乃梁家家主，若家主身死，其夫人被诬陷成凶手，那他的孩儿便无法继承家主之位，谁能取而代之，谁便有可能是凶手。梁无忌，此人可是你啊？
他披着我的戎长去的。那日梁上并未认出是幼童，便像骂我一般将他撵了出去。后来家丁抬书进来，发现梁上竟靠在书案之上，身上插着一把刀。夫人，人真的不是我杀的。你放心，有凌将军和我儿元慎在，定能查个水落石出，还你清白。把他给我按住！人也死了，随你如何便都可。我三郎胜过门口守卫，只见你一人进出。难道杀我儿的不是你，是幼童？你这种不守妇道和太子私通之人，不是你杀，是谁杀的？袁夫人，此事未明，还容我去查个清楚。查案？看把你给能耐的！怕是圣上说你能匡扶社稷，你也敢答应？你看我干什么？我说错了？你说说你，这都城之中，哪有你这般自以为是、四处逞能的女娘？不学无术便罢了，还查起凶案来了。哎，你还真去啊你！哎，阿母，单监与程娘子先去查案，先行告辞。程少商。你不是要来查案吗？为何一直盯着我看？你与令堂倒是完全不相像。你虽日里打扮就像世家贵公子般，令堂却衣着朴素，像是川校。他不苟言笑，你倒是日日言语刻薄。一家人嘛，总得取长补短。家母不爱笑，也不爱说话，我再不如此，家中岂不是更无趣，更待不下去了？说的是有道理，我与我家阿母也是如此，取长补短，各有不同。哎，离远点。一个女娘来查案，也不觉得瘆得慌。我自然是觉得此事另有蹊跷，所以才会来查案。子申本不让我来的。那你还来干什么？不如在家乖乖等着他结案便是。此事有关曲灵君的声誉，也有关皇后和太子的声誉。我为何要在家束手束脚等着？我又不是那种出嫁从夫的女娘。其实凌不疑说的没错，此事涉及储君，深不可测。多查未免牵连过甚，少查却也无功而返。你就不应该牵扯进来。奇怪，如果这屋子不曾藏第三个人，凶手又是如何从屋内杀的梁上？你近来脾气倒是好些，若是从前，不出3句便与我吵起来了。我近来也是觉得，可能是因为我有子胜了吧。他待我很好很好，又疼爱我，我自然也没有什么要与别人争的。我也没想过我会嫁给如此脾气的儿郎。但我仔细想了一想，若是没遇见他，此生倒是会有遗憾的。我跟你说这些干嘛？你还是早些去相亲，寻个心腹吧。我为何要快些相亲，快些找心腹？你与凌不疑恩爱白头，与我何干？攀扯我做什么？就是因为你没有意中之人，所以你看到我们这般恩爱的夫妻，暗中不爽。不过，我知道你眼红子胜，能娶到我这般优秀的女娘。但我跟你说啊，你大可将眼光放低一点，
毕竟像我这么优秀的女娘，不好找。你觉得我眼红凌不赢？自然是眼红她，要不然你为何每次见她总哼哼，好似嗓中痒痒般？我那是那是什么？有意我？我那是见你们不分何时何地的亲热，我恶心。恶心是吧？嗯，恶心就出去，走开。行，出去。你来查，你来。吃不到就说葡萄酸。若是茶累了，不妨出来歇歇。这也就巴掌大的地方。巴掌大的地方。1、2、哎， 4、你小心点。 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。你这又是在干嘛？ 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。不对啊，漯河门外是26步，屋里只有20步，还有6步去哪儿了？我了无忌不过是梁家的养子，梁上身死，我只不过是暂代家主之位。梁上与梁霞乃异母同胞，都是梁太公的血脉。等梁上入土为安之后，我便将家主之位传给三弟梁霞。那这梁霞跟梁上平日关系可好啊？他梁霞呢？闭嘴！梁三公子，你该不会就是凶手吧？你少胡说，这也不是我杀的。那你为何躲在这儿，还将刀如此顶着我？我还没问你呢，你跑这来送死做什么？梁三公子觉得杀了我，你就男人无恙吗？说我无缘无故在梁家失踪，你也不可能全身而退。此密室甚是隐蔽，只有我知道。你能够进来，也只是侥幸罢了。他们可未必找得到你。我大可以把你杀了，然后等他们离去，我再想办法逃脱。有谁会知道我是真正的凶手？我都猜得到，你还怕他们猜不到？你趁你次兄生气之时刺死了他，想要嫁祸给曲灵君。后来你又躲到密室里来，脱了带血的外袍，换上家丁的衣服，乘凉混了出去。
你此刻躲在这儿，定是被林不疑方才给吓住，所以现下想来销毁证据，对吧？你闭嘴！你再多说一句，我就杀了你！你本有大好前程，何必冒险弑兄？你做这些错事，怕是有什么苦衷吧？我没有错，是二兄逼我动手的。他承袭家主之位，却整日沉迷于金石，完全不顾梁家家业，他根本就不配做家主。明明我才是嫡子，明明我才更有雄心抱负，凭什么我就什么都得不到呢？啊！我已经碌碌无为20几年，他若不死，我岂不需要碌碌无为一辈子？你都忍了20多年了，为何此时铤而走险？我猜你定是受人蒙蔽。既然事已至此，我倒是有个帮你的法子。少主公，屋子都翻遍了，程娘子真的不在。我是林不疑未婚妻，他视我如命，你用我的命换你的命，他自然会放了你，如何？动手，把这间屋子给我拆了！是。林不疑，你疯了！动手！是。梁三公子，不要犹豫了，用我当人质，你逃出去。眼下只有这一个法子。你少骗我！我现在就把你杀了，等他们走了，我再逃出去，岂不是更安全？啊！再快一点！你若还在犹豫不决，等林不疑进来，将这房子给拆了，你就更逃不了。闭嘴！别在我这儿！你们别过来！珊儿，君子不立危墙之下。珊儿，别过去。珊儿，往后退，不然我杀了他！退呀！梁三公子，把人放了。我放了他，我还有活路。你莫以为所有人都蠢。把人围了。林将军，莫要为难我族人啊！只要他放人，我便放过梁家，还有你阿母。林将军，何苦要为难妇人？我梁家可是100年氏族啊！舅父，若长秋宫程娘子有何闪失，也会开罪皇后，惹怒圣上，梁家氏族也就100年为止了。子胜，我在密室看到他行凶时的血衣，凶手就是他。你住口！你不要动！梁三公子，如今人赃并获，你已经没有任何退路。但林某跟你保证，只要你不伤五父，我可保你阿母平安。珊儿，你别怪阿母，你快跑啊！我不想，我死也要拉个垫背着。你们要杀了这老虎，杀就好了，我绝不动手。珊儿，不，
这话可是你说的。那我便端着老媪一臂，看你动容还是不动容。儿啊！我早说此案不用你来查，你非要来冒险。你要是有什么闪失，我怎么办？万伯父给我的刀，我都随身带着，就是怕万一。但是我看他不想死的样子，于是我就想了法子让他带我出来。若是我真要死，我也想我死之前能最后见你一面。可你倒好，我都吓成这样了，你不安慰我也罢，还这样说我。是我不好，是我不好，我就是被吓到了。你林不疑还害怕的时候，只要是跟你相关的，就没有我不怕的。既凶手已然找到，那人我就带回廷尉府审问了。好可怜啊！阿母，你就别在这儿假惺惺了。大就是养子，被阿父举荐凉州牧。你说要让我当家主，可阿父却给了次兄。你却丝毫没有为我分辨。次兄，他资质平平，他就是个废物。可你和大兄还有全族之人，你们个个当他是个毛，凭什么呀？啊！凭什么？真是可笑至极！明明是你自己不思进取，你阿母宠溺于你，才酿成今日大祸，慈母多败儿啊！我的儿，你怎么就不会迷信教啊，我的儿啊！我落到今天这个田地，都怪你！你一次一次把事情搞大，害得我根本就收不了场。梁霞，我劝你速招出是何人逼你杀兄诬陷太子，不然此事必祸连全族。带走。我与你进宫面圣，当面请罪。你好大的胆子！子申说要活捉梁霞，你既然一箭将他射杀，你说，你是不是梁霞勾陷太子案背后的主谋？你是不是怕子申活捉了梁霞之后，问出个事实真相来？陛下，臣不是。那是什么？我河东梁氏原本枝繁叶茂，但立地暴力，残害梁氏。待微臣执掌家主之位时，我家中已无可用的子弟了。河东梁氏，煌煌近100年啊，煊赫一时，如今却落到如此的田地，令朕也很心痛啊。还记得那年，微臣投靠在陛下身边，略有保己。
陛下与微臣打趣，问微臣为何不求封赏，家中子侄。臣实在是有苦难言啊，因为家中实在没有可用的青壮子弟了。臣的2个兄弟虽是父亲亲生，可个个不成器。臣作为养子，被父亲举荐为州牧，已是愧对隆恩。现如今，更不知该如何报答陛下。哎呀，哭什么呀？有话就好好说，啊！陛下，难道臣不知梁上梁下皆是庸碌无能之辈吗？若从前，就算让他们照管庄园田产都不配。可臣有什么法子？臣已年近不惑，也只能熬着、盼着，下一代能出几个有才干的子弟。朕呐，也知道你们梁氏之苦，可是，这与眼下这个案子有何干系呢？太子无缘无故的受了牵连，惹得一身的污名，难道不应该让子上活捉了梁霞，问个究竟，审个清楚吗？嘿，你可倒好，一箭将他射死，一了百了。陛下，此事如果继续追查下去，臣认为于大局不利呀。朕知道了，你先下去吧。子章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对朕说啊？陛下，臣认为梁无忌确实不是主谋。臣观梁霞为人，也不似有这等心计的人。那么，还能是谁在背后筹谋此事？还能是谁有能力知道太子殿下跟曲灵君在子贵别院见面？还能是谁愿意大费周折的将此事栽赃给太子殿下，败其名声？也或许是太子妃的堂兄孙慎所为呢。毕竟他负责看管子贵别院呢。孙慎已被臣拿下了啊！倘若放他出去，臣敢打赌，他活不过2日。哎呀，那你说这背后的主谋会是谁呀？这背后主谋是谁？想必陛下已经心知肚明。他的所作所为，远远不止这一件事。疼吗？疼。若不是替过世的阿父阿母深感不值，我也不愿意打三兄这一巴掌。我自己都觉得手疼。阿恒，你放心，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此事败露，三兄绝不会牵连你。就凭你，还有脸说不牵连我？你的脑子够牵连我吗？三兄若是有过去大兄1半的智慧，也不至于会做出构陷太子此等愚笨之事来。我只是不服而已。我们岳氏为圣上一直是舍生忘死，出人出钱，将全族老小的性命全部放在他手上，可是到最后，竟落得这般下场。当初咱们兄妹7人，现在只剩下你我2人，这到底是为了谁呀？好好的饶县岳氏，本来富足安乐，
吃饱了撑的，非要跟着他们文氏一族去造反。说的你好像不曾从中获利一般。我为一人之下，你愧为外戚越侯，锦衣玉食，紫袍金带，怎就令你不服不忿了？你想想人霍氏，就是因为霍冲，我才看清楚圣上。如果圣上真的是一个烈性儿郎，他早就应该将林毅一族贬出城外，给霍峻华出气。可他倒好，他还劝林子胜父子和好。圣上一直都是如此，他只盼人人和乐，亲如一家。若非圣上如此仁厚，你三兄的所作所为，怕是不知要死了多少回了。阿恒啊，如果不是圣上娶了宣氏，你才应该是当今的皇后，咱三皇子才应该是太子。如今太子虽然洗去了杀人的嫌疑，可是他私会臣妇的事情，人人皆知，那名声早就让他自己给败完了。哎，我是越想越不服气。明明三皇子才是他日明君，可就是受母族拖累，不得不屈居一个废物之下。我呸！我可是明媒正娶的原配，不是小妇。你需要将你的那些委屈强加到我头上。你想当国舅匡扶天子，我可对当太后没兴趣。你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我，为了三皇子，实则所有的不平都为你自身。是，我岳氏是对圣上有恩，可延迟救援的你没有。人人都可以替霍侯鸣不平，唯独你不行。三兄，我问你，当初你为何援助孤臣迟到？可是以瘴气为借口，故意拖死霍冲。没有的事儿。啊，你休要诈我！我诈你？林子胜这些年查你查了不少证据，文修君铸币案可有你的手脚？那传力官韩武之死，可是你下的毒手？他到现在还未与圣上说明，那是因为给我岳氏颜面和给你自首的机会。我请问你，当初说瘴气有毒，可为何探查的士兵中毒而亡，可马匹却安然归来？为何军报不见马匹中毒折损的消息？为何？是。当日我接到霍氏传令官的求援，出发的路上，我们得知前方有瘴气，我便派人去查看。探子回来说，这瘴气并无大碍。也就是那个时候，老秦安王的军队也赶到了。你也应该知道，咱们与宣氏的关系素来不和。这老钱安王又是宣氏的舅父，我仔细一想，如果能拖延老钱安王去救援的时间，那到头来，圣上一定会责骂宣氏，所以，我便杀了那对探子。可宣岳两家不睦已久。老钱安王又怎会信小越侯？啊！你害我！我这是在害你吗？我分明是在帮你。你好狠的心呐！
要说狠，也狠不过你小月侯啊！你老实说，老钱安王为何而死啊？老钱安王救顾城心切，于是亲自率领一队人马去查看瘴气，可是这一去，就再也没回来。后来我听他的手下彭坤说，老钱安王因为瘴气中毒，死在了密林中。可是后来我又仔细一想，这瘴气我查过，对人并无伤害，除非彭坤才是罪魁祸首，是彭坤杀了老钱安王，夺了宣室兵权。而即便如此，也不至孤城成灭。3日之后你们再去，为何这孤城无力回天呢？陛下，此事臣也不知。因为雍王偷换了军衔。本可支撑10日的孤城，到最后连2日也没能撑下去。雍王，是你们因为私心，因为贪念，害死了孤城众多将士，害死了我舅父。难怪子是你。偷换军衔，陛下，陛下，冤枉啊！陛下，臣虽然当时是在盘算延迟救援，但是臣心里想过，只要孤城再坚持几日，这援军迟早是会到的。臣虽然有私心，但是从未想过要害死老钱安王，更不可能去调换军械呀！陛下，孤城成灭一事，实在是与臣无关的。若非你故意瞒骗，老钱安王怎么会死？如果你及时救援，孤城又如何会破？时至今日，你还觉得自己冤吗？律法在此，陛下在此，我小月侯做过的事情，我都认。敢问陛下，臣能定何罪？小月侯啊，你昔日所为纵有龌龊，是奈你不得。但是今日你联合梁侠构陷太子，还连累了梁相生死，你又怎么解释啊？陛下，臣只是不满要娶那不知廉耻的五公主啊，所以才挑拨梁侠，促成太子和举灵君私会。臣本来只是想诬陷宣室的名声而已，可谁知道这个梁侠，他竟然借此机会将自己的兄长梁上给杀了。陛下，臣没有杀梁上啊。你是没有杀梁上，可梁上也是因为你而死。这世上间接杀人者多了，难道都要定罪吗？闭嘴吧！朕念你岳氏满门忠烈，仅剩你兄妹2人存活，朕不杀你。但是从今日起，褫夺你的爵位，替朕去守皇陵。陛下，陛下如此优柔寡断的处决，朕当令阿很瞧不起你。谢陛下不杀之恩。子胜，彭坤一案，朕必会严查。今日天色已晚，你还是早点回长秋宫，好好休息吧。
不是让你回家了吗？怎么还待在长秋宫呀？我是不会回去的，这世上恐怕只有皇后不会说我了。今日发生此般事情，若是阿父、阿母、阿兄们知道了，定又要念叨我半月。你也知道怕呀，不都跟你说了吗？不要乱来，不要乱来。为何非要以身犯险呢？我怎能束手不管？我若不管，谁帮皇后太子洗清冤屈？他们都是心地仁厚之人，却因为梁家那两庶子蒙冤，我心里忍不了。再说了，还有曲灵君，他若不洗清冤屈，他的两孩子如何面对世人冷眼？我又不是为了自己，你莫要再说我了。好，没怪你，我又不是说要拦着你去做，我只是担心你。你若伤了我，无法原谅我自己。顾城案已破，卓鹏坤还未抓获，其他人都已伏法。为何你还是不高兴啊？莎莎，若有人伤你亲人，你明知对方有罪，你却无法将对方依法裁决，你会怎么做？你还有仇未报啊？我只是说，假若你是知道的，我这个人最睚眦必报了。若是有人伤我亲人，我定不会原有。他让我有多疼，我让他千百倍的还回来。那倘若你报复的时候，会伤及你爱的人呢？人总要有抉择的，两件事情摆在一起，就一定有更重要的一方。慎见，你已20有1，你该挑选合适心腹人选了。从前阿母从不管孩儿婚事，为何今日提及起来？今日我见你待那程娘子有情意，是否中意她？她从不在儿筹划中。你不想娶妻？从我年少起，儿就筹算过心腹人选，家世、门第、名声、父兄官制、姻亲牵连的势力派系，还有品性、才学，包括容貌，我都想过。可见久了，你与阿父二人不同吃不同住，甚至各自怀念心上人后，我便不想成亲了。若世间姻缘都是如此，为何还要成亲生育子女，祸害下一辈？是我们为人父母的对不住你。你阿父本有心上人，我也曾嫁与你大伯，奈何世家联姻多是错综复杂，
心寒脉，所以我们婚后并不和睦。不曾想，却因此害了你。儿不婚很好，儿若成婚，世间也难免再多一对怨偶。今日我见你陪同程娘子查案，遇险时又神情紧张，难道不是中意他？自程娘子订婚后，儿在都城女名中挑了又挑，拖了又拖，从也不得满意。起初也不明所以，现在思量，大概都不是他的模样吧。但那又如何？一子慢，满盘皆落索。便是他程少商今日成亲了，我袁善见的日子，终究还是要过下去。不知岳飞深夜召臣前来，是为何事？子胜，你可知我为何帮你诈审小月侯，处置小月侯？为岳家，为圣上，为天下臣民。岳家有圣上，圣上有臣民，臣民有天下，这些与我何干？我是为了霍家，为了霍兄，更为了你，林不疑。我知道，你为了圣上处置我三兄守皇陵一事心生不满。倘若你觉得他一人之命能换回你霍氏全族性命，不随你去杀，你不去，我去。腾婚，圣上已责令严查，不日便会给你一个交代。我和圣上都希望你能放下多年心结，安心成婚。你也该学着如常人一般生活，替你霍氏全族好好活着。圣上处置的对，小月侯手上并无霍氏鲜血，况且岳氏满门战死，只剩小月侯一支血脉。圣上念其功绩，不肯重罚，子慎能够理解圣上的良苦用心。子慎，延迟救援一事，是我岳氏欠你的。此事，我岳痕记一辈子，随时甘愿弥补。不必了。多谢岳飞秉公处置，从今往后，子慎再不需岳氏弥补。但有些人犯下的过错，却是穷其一生也弥补不了的。